6英的超凡到了，之前在群里看到很多图片，其实是有点心寒的，因为是第一款6寸不宜加菲，本着自己尝过才知道是不是使的原则，不夸啦。包装没什么可说的，这个定价看看其他第三方都是怎么做设计的，不知道的以为是个鞋盒。所有的配件都是用这种袋子单独包装的，拿出主体后需要自己安装上头和手型。先来看本体，可能是因为之前完全放低了期待，以至于实际到手后，我觉得本体比我实际想的要好那么一点点。整体的身形我觉得还是不太还原的，素体应该是以往的通用素体，可能做成漫画造型的话就还算 OK， 真人比例的话就有点奇怪了。头身比相当不和谐，手型也像是直接从之前的漫画版蜘蛛侠身上沿用过来的，这个比例大的离谱。而且不说塑料件和布衣的色差，塑料件与塑料件之间都有明显的色差，在头部的部分尤为明显。这次的面具头像真度，我觉得能给到个8分左右，但是我这个眼睛内部是有一些中奖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例，应该是胶水没有处理好。脖子是软胶零件，可以替换成真人头雕。我说实话，一开始预定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冲着这个针头去的。这款真人头的模具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涂装是真的不行，尤其是眼睛的部分，未免分的也有些太开了。衣服的颜色很多人觉得太暗了，拿到实物发现对比官图确实会暗一些。衣服上的蛛网纹路印刷还是很清晰的，包括蓝色的布料这边的一些纹理也有还原到。衣服能够看出来像是用2种材料拼接制作的，因为全身都是低胶的纹路，这就导致整体的手感摸起来会有一些发黏，有点类似之前多多的 BVS 超人的手感。手型一共有7对，豪华版还会再多一对握持手。这次附带了一对磁吸手型，配合脚底的磁铁可以吸附在架子上或者冰箱上，但是这个脚踝的可动不咋地，所以很多动作都只能靠手部的磁铁来吸附。配件还有摘下的面具、手机，这个很小，要小心丢失，我这个手机屏幕还印歪了。支架，还有英雄乌龟中治愈康纳斯的药，这好像是小比利第一次出这个配件。蛛丝这次除了常规的发射状态，还给到了用手捂住蛛丝喷射口散射开的蛛丝，以及旧格温的蛛丝，还有一个是用来握持在手里的蛛丝。这个蛛丝在对应的握持手中是有些握不紧的，而且另外一端也是断开的，造型就很不完整。最后还有段铁丝，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是什么，一看说明书说这个造型蛛丝，这个就是铁丝，哪怕它是个白色都算它是个蛛丝了。最后就是豪华版附带的衣服配件，这几个配件都做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我不建议长时间穿戴，因为这样的纹路很有可能时间长了会粘在衣服上。可动方面，我觉得是这款蜘蛛侠为数不多的亮点，布衣对于可动的限制很小，以至于能摆出很多大张力的动作，这款蜘蛛侠才感觉不那么呆板。跟其他几款超凡蜘蛛侠对比，你觉得哪款看起来更好呢？总体看下来，如果它的定价能在300块钱左右，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能接受的。但如果你的定价在500，但是最后你是给我呈现出来这么个东西，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